我乃大梁嫡长公主萧明皇，一见钟情，寒门状元，力排众议招他入赘。10年后，我们的儿子眉眼英俊，满朝文武都夸世子萧父，真是驸马的福气。但我慢慢发现，这孩子的眉眼竟无一处像我。今天，我的公主府此刻宾客云集，甚至连我的父皇都亲临现场，只为给他最疼爱的外孙庆生。今天是我儿子谢承安的10岁生辰宴，满座宾客都在称颂我与驸马谢玉衡10年恩爱，夫妻和睦。称颂世子谢承安聪颖过人，是京中贵子的表率。我穿着宫装，端庄地游走在人群中，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我的目光却始终追随着我的丈夫谢玉衡。他今日穿着一身月白色锦袍，身姿挺拔，温润如玉。他正举杯与几位朝中重臣谈笑风生，眉宇间是状元郎独有的自信与从容。10年前，我力排众议，下嫁当时还是寒门状元的他。10年过去，他步步高升，成了父皇的左膀右臂，也成了我眼中最完美的夫君。我们的儿子谢承安正被父皇抱在怀里，小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他确实很像他父亲，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又聪明，仿佛能看透人心。我曾以为这就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模样，直到我在人群的缝隙中瞥见了不该有的一幕。我的好夫君在与人敬酒的间隙，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全场，最终在一个角落短暂停留。那里站着的是他的远房表妹柳如烟。我将她从乡下接入府中，好吃好喝地供养着，只因夫君说她孤苦无依。她平日里在我面前总是低眉顺眼，一副怯懦温顺的样子。可就在刚刚，谢玉衡的眼神落在她身上时，那并非是表兄对表妹的寻常一瞥，那眼神里没有温和，反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告诫。而柳如烟在接触到那道目光后，原本微微挺直的背脊瞬间又佝偻了下去。他们之间似乎藏着我不知道的秘密。表妹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回公主，我只是看着世子觉得高兴。她的声音细若蚊影，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向被众人簇拥的谢承安。柳如烟的眼神确实是看着我的儿子，可那不是一个姑母该有的欣慰，更像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赞赏。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觉得荒谬。我压下心中的异样，笑着与他周旋了几句，便转身离开。宴会结束后，我以去皇家寺庙为儿子还愿为由，乘车出府。车驾行至朱雀大街的拐角，却被前方拥堵的人群挡住了去路。殿下，前方有起而冲撞了官差的马，稍后便可通行。侍卫在车外禀报。我有些烦闷地掀开车帘一角，想透口气。就在这一刻，我的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定格在一个瘦小的身影上。那是一个约莫10岁的小乞丐，他浑身脏污，正被官差一脚踹倒在地。他挣扎着抬起头，露出一张满是泥污的脸。那张脸让我如遭雷击，尽管瘦得脱了相，尽管布满污垢，可那眉眼，那鼻梁，那倔强的唇角，分明就是我的翻版。停车！我厉声命令，侍卫不解，但还是立刻照办。我死死地盯着那个孩子，心脏狂跳。一个尘封了10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细节，猛地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10年前我生产那日，痛了3天3夜，意识昏沉。当时为我接生的稳婆，正是我夫君从乡下举荐来的，说是经验丰富。那个稳婆在接生后第2天就卷了上前，从此人间蒸发。我没再多想，立刻吩咐侍卫掉头回府。回到公主府，我平退了所有人，走向后院。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街上那个孩子的脸和我自己的脸在我脑海中不断交替。刚走到花园的月亮门，我便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刻意压低的说话声。安儿，你今天表现得很好，母亲真为你骄傲。这声音是柳如烟。我猛地停住脚步，躲在假山后，悄悄探出头。月光下，柳如烟正蹲在我的儿子谢承安面前，温柔地为他整理着衣领。他的脸上是属于一个母亲的慈爱与满足。而我的好儿子，那个平日里在我面前循规蹈矩的谢承安，此刻却自然而然地靠在柳如烟怀里，低声抱怨：母亲，我今天好累，那个老头子一直抱着我，胡子扎得我好疼。柳如烟宠溺地刮了刮他的鼻子，柔声道：傻孩子，那是皇帝，你要讨他喜欢。你忘了你父亲说的吗？以后这整个大梁的江山都是我们安儿的。轰的一声，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坍塌。10年恩爱，10年母子，原来只是一场为我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指甲掐进肉里，鲜血顺着掌心滴落，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原来我捧在手心10年的凤凰蛋，不过是一只鸠占鹊巢的野种，而我的亲生骨肉却流落在街头，任人欺辱。好，真好！谢玉衡、柳如烟，你们以为骗了我10年，便能偷天换日，窃取我萧家的江山吗？这场大戏你们唱了10年，也该落幕了。接下来该我登场了。我从假山后缓缓走出，惊动了那对母子。柳如烟猛地站起来，仓皇地退后一步，与谢承安拉开距离。他的脸上血色尽失，紧张地绞着衣角，不敢看我。而那个我叫了10年儿的孩子，则皱起了眉头，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但很快恢复了恭敬的模样，朝我行礼。母亲，多么讽刺！他的亲生母亲就在眼前，他却叫着我母亲。我没有理会柳如烟，径直走到谢承安面前，目光温和地看着他。夜深了，风大回房去吧。明日不是还要去太傅那里上课吗？他顺从地点了点头，又看了柳如烟一眼，
才转身离开。直到他的背影消失，我才将目光转向心虚的柳如烟。表妹，安儿是本宫的儿子，是皇上的亲外孙，是未来的国之栋梁，他身边的一应事务自有专人负责，以后就不劳表妹费心了。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得柳如烟脸色惨白，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公主恕罪，是如烟逾矩了。起来吧，你跪本宫做什么？本宫又没有怪你，只是你也到了该议亲的年纪，总住在公主府，与你的名节有爱，本宫会为你物色一门好亲事，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我心里冷笑，我要把你嫁给一个年过半百、有8房小妾的糟老头子，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回京城，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好儿子和好表哥。柳如烟的身体晃了晃，她惊恐地抬起头，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没再看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寝殿。一关上殿门，我脸上所有伪装的温和瞬间褪去，只剩下冰冷的杀意。我走到妆台前，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一块玄铁令牌，这是我16岁那年父皇亲手交给我的。凭此令，可以调动皇家最神秘的暗卫组织影卫。我将令牌在烛火上炙烤片刻，令牌的背面浮现出一只浴火凤凰的图腾。不出半刻，一道黑影如鬼魅般出现在我身后，单膝跪地。殿下，去朱雀大街找一个10岁左右的小乞丐，眉眼与本宫有7分相似。找到后不必惊动任何人，将他带到城郊的静心庵，好生安置。记住，此事绝不能让驸马知道。是。黑影领命，瞬间消失在夜色中。我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影卫就传回了消息，他们不仅找到了那个孩子，还在他的肩头发现了梅花状的红色胎记。我的心被狠狠地攥住。我清楚地记得，10年前我刚出生的孩子肩上就有那么一朵一模一样的小梅花，可后来我在看谢承安时，那胎记却不见了。当时谢玉衡请来的太医说，婴儿的胎记会自行消退，是正常现象。原来不是消退了，是根本就换了一个人。我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与愤怒中，殿外传来了谢玉衡的声音：明皇，你醒了吗？他端着一碗莲子羹，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温柔笑意。若在昨日，我定会为他的体贴而心生暖意，但此刻我只觉得他这张脸虚伪的令人作呕。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昨晚没睡好？他将莲子羹放在桌上，伸手想探我的额头，我状似无意的偏头躲开，端起那碗莲子羹，用勺子轻轻搅动着。夫君，我昨夜做了个梦。哦，梦到什么了？我抬起头，直视着他。我梦到有一个小乞丐来找我，说是我的亲生儿子。你说，这梦是不是很荒唐？谢玉衡脸上的笑容瞬间的凝固。谢玉衡很快就恢复了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轻笑着坐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一如既往的温暖，此刻却让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明皇，你就是心太善了。他柔声安抚道：见到个可怜的孩子，便日思夜想。你我只有安儿一个儿子，他是你10月怀胎，我亲眼看着他出生的，怎会有错？他提起亲眼看着，语气里充满了坦然，仿佛在提醒我，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是啊，正因为他亲眼看着，所以才有机会将我的孩子换成他的孽种。我垂下眼帘，掩去眸中的恨意。是啊，或许是我多心了。对了，夫君，有件事我想与你商量。你说。如烟表妹在我府上也住了许久，如今年岁也到了，我打算为她寻一门亲事，让她嫁得风光体面，不知夫君意下如何？我抬起头，脸上带着为家族着想的贤惠微笑，仔细观察着他的反应。果然，谢玉衡的眉头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他沉吟片刻，才开口道：如烟她自幼胆小，性子柔弱，怕是担不起主母的重任，此事是不是再缓缓？再缓缓？她现在已经是老姑娘了。我故作不解，夫君不是最疼爱这个表妹吗？怎么反而不为她的终身大事着急？我身为公主，又是她的长嫂，为她做主，理所应当。我已经托人相看几家了，镇国大将军王威年过50旬，至今没有正妻，为人勇猛，正缺个知冷知热的人，我觉得就不错。镇国大将军王威，那个杀人如麻，能把小儿吓得只提的莽夫，府里的小妾死了7、8个，都说是被他活活折磨死的。把柳如烟嫁给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可！谢玉衡的声音陡然拔高，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缓和了语气。明皇，王将军年纪太大，与如烟不相配，如烟她就让她在府中多留几年，帮衬着照顾安儿，不好吗？他终于把谢承安搬出来了，我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一丝委屈。夫君这是信不过我，安儿是我的亲生儿子，我难道还照顾不好他？还是说，在你心里，一个外人比我这个嫡母更能照顾好世子？我把外人和嫡母几个字咬得极重，谢玉衡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他大概从未想过，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我，会变得如此咄咄逼人。他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带上了审视和探究。我知道我的第一步棋已经让他起了疑心，但这正是我要的。我要让他们方寸大乱，自乱阵脚，最终他只能妥协。此事容我再想想。他走后，
我立刻动身前往城郊的静心庵。庵堂的后院禅房里，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儿子。他已经洗漱干净，换上了一身青布衣衫，虽然依旧瘦弱，但那张小脸简直与我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看见我，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疏离，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密密麻麻的疼。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积郁夺眶而出的眼泪，朝他伸出手。你叫什么名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他抿着唇不说话。旁边伺候的影卫低声道：殿下，他叫阿契，被一个老乞丐养大。半年前老乞丐病死了，他就一个人流浪。阿契，被抛弃的孩子。我的指甲再次掐进了掌心。谢玉衡，你好狠的心。我蹲下身与他平视，将早已准备好的食盒打开，里面是精致的点心。饿了吧？吃点东西。他盯着点心，喉结滚动了一下，却还是倔强的别过头。你不必怕我。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既是对他说，也是对自己说。从今天起，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你失去的一切我都会帮你一样一样全部拿回来。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动容，但更多的是不解。我没有再多说，只是把点心推到他面前，便起身离开。复仇的路还很长，我必须先把他安置妥当。刚回到公主府，心腹侍女便急匆匆地来报：殿下，不好了，柳姑娘在自己的院子里上吊了。我眉梢一挑，鱼儿上钩了。我赶到柳如烟的院子时，她已经被救了下来，正躺在床上。谢玉衡守在床边，脸色铁青。太医正在施针，一群下人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看到我来，谢玉衡立刻起身，他的眼神冷得像冰，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咬着牙问我：明华，你到底想做什么？我面对谢玉衡的质问，脸上没有丝毫波澜，我却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床上悠悠转醒的柳如烟，随即转向他，语气里充满了长公主的威严与一丝恰到好处的委屈。我想做什么，夫君？这话该我问你。我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一个寄人篱下的表妹，竟敢在本宫的府里寻死觅活，你不好好管教，反而来质问我这个苦主，怎么，你是心疼了？我的话像一把利刃，精准地刺向他最虚伪的那块软肋。谢玉衡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他绝不敢背上一个与人有染，还因此逼迫嫡妻的名声，这会毁了他10年苦心经营的清誉。你简直不可理喻！他最终只能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不可理喻。我步步紧逼，走到他面前，仰头直视他。我看是你被他迷了心窍。谢玉衡，你别忘了，我是大梁的公主，你是我亲自选的驸马，我的府里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撒野。他今天敢上吊，明天是不是就敢威胁本宫了？这番话，我故意让门口的侍女和下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很快，整个公主府都会知道，刘表妹不知廉耻，意图染指驸马，被公主发现后，便1哭2闹3上吊。谢玉衡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陌生，仿佛第一天认识我。我不再理他，直接下令：来人！柳氏如烟，心胸狭隘，在府内自寻短见，惊扰贵人，实属不敬。即日起禁足于静思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半步。他院子里的下人办事不力，全都发卖出去，一个不留。静思院是公主府最偏僻的院落，形同冷宫。我要彻底切断柳如烟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尤其是与谢玉衡和谢承安的。他院子里的那些眼线也该一并拔除了。谢玉衡的拳头在袖中握紧，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他不能再为柳如烟说一句话，否则只会坐实他与他的私情。处理完柳如烟，我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白日里，我依旧是那个端庄得体的公主，与谢玉衡相敬如宾。但夜深人静时，我会换上便装，前往城郊的静心庵。我的阿契依旧对我很警惕，但我有的是耐心。我不再逼他说话，只是每日去陪他1个时辰。我给他带去京城最好吃的点心，也给他带来崭新的书本和笔墨。我不管你以前叫什么，我坐在他身边，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下2个字：从今往后，你叫萧晨。晨是帝王居所，是北极星，是万众拱卫的中心，这是你本该有的名字。他看着那2个字，瘦小的身体微微一颤。第一次，他没有躲开我递过去的毛笔。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时，府里出事了。这日，我刚从宫里给父皇请安回来，一进门就看到谢承安跪在正厅中央，他面前的地上是我最喜爱的一套前朝官窑瓷器，此刻已碎成了一地狼藉。他见我进来，非但没有半分愧疚，反而抬起头，用一双充满恨意的眼睛瞪着我。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把姑母关起来了？你这个坏女人！他口中的姑母自然指的是柳如烟。我看着这张我疼爱了10年的脸，那上面的怨毒让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我甚至懒得与他争辩。掌嘴！我话音刚落，身边的长侍姑姑便上前一步，没有丝毫犹豫，一巴掌狠狠地甩在谢承安的脸上，清脆的响声回荡在空旷的正厅里。谢承安被打懵了，他捂着迅速红肿起来的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从小到大，别说打他，我连一句重话都未曾对他说过。你敢打我？
他眼中噙着泪，更多的却是愤怒。我要去告诉父亲，我还要告诉皇外公。好啊，你去。我缓步走到主位上坐下，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去告诉他们，你是如何顶撞母亲，我倒要看看太傅教你的那些礼义廉耻都学到哪里去了。他被我的话噎住了，涨红了脸，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身为公主府世子，不思进取，反而为了一个被禁足的奴才大发雷霆，摔碎御赐的瓷器。从今日起，禁足于你的院中，将《孝经》抄写100遍，抄不完不许出门。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行使一个母亲真正的管教权，不是纵容，不是溺爱，而是属于嫡长公主的不容置疑的规矩。他被侍卫强行带了下去，呼喊声渐行渐远。当晚，谢玉衡回到府中，不出所料的来了我的寝殿。明华，安儿还是个孩子，10岁的孩子，不小了。我头也不抬地翻着书。慈母多败儿，以前是我太纵容他了，以后我会好好教他何为尊卑，何为规矩。谢玉衡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最终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他知道，在管教孩子这件事上，他一个入赘的驸马没有智慧的余地。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一片冰冷。谢玉衡，这只是开始，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费尽心机送进来的儿子是如何一步步被我废掉，让你看着你的心上人在冷院里日渐憔枯。我要让你们体会我此刻1/1000的痛苦。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派人严加管教谢承安，一边筹谋着我的下一步计划。我必须让父皇亲眼见到我的儿子萧晨，直接带他进宫，太过刻意必然会引起谢玉衡的警觉。我需要一个万无一失的巧合。我深知父皇的习惯，他虽勤于政务，但每月15必会微服前往京郊的定国寺，与主持手谈一局，求片刻清静。我的机会就在定国寺。我将萧晨从静心庵转移到了定国寺的后山禅院，又请来一位退隐大儒，每日教他读书写字。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求学识渊博，只求他身上那股流浪多年的野性和警惕能被书卷气稍稍冲淡，显露出属于皇孙的贵气。做好这一切铺垫，我便进宫去见父皇。御书房里，父皇正在批阅奏折，见我来了，他放下朱笔，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皇儿，今日怎么有空来看父皇？我为他奉上亲手泡的茶，状似无意地提起。父皇，儿臣近日总是心神不宁，夜里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里有个孩子一直哭着喊我母亲。太医说我是思虑过重，让我多去寺庙走走，静静心。父皇闻言皱起了眉，又是那个梦。我点了点头，故作愁容。是啊，说来也巧，前几日听闻定国寺的香火鼎盛，儿臣便捐了些香油钱，还认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养在寺中，只当是为安儿积福了。我将孤儿2字说得格外清晰。父皇呷了口茶，若有所思。他最是疼我，见我为此事烦忧，自然放在了心上。说来，后日便是15了，朕也有些日子没去定国寺了，届时便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孩子究竟是何模样，能让你如此牵肠挂肚。我强压住激动，恭顺地应了声是。走出御书房，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巍峨的宫殿，阳光刺眼，我却觉得笼罩在我头顶10年的乌云终于要被撕开一道口子了。而此时，我安插在驸马书房外的一个小内室传来消息，谢玉衡在我离开公主府后，也派人快马加鞭往定国寺的方向去了。谢玉衡的人也去了定国寺，这个消息让我的心猛地一沉。他果然起了疑心，开始调查我的一举一动。我的指尖冰凉，计划绝不能出错。我立刻传令给潜伏在定国寺的隐卫，驸马的人若有任何异动，不必阻拦，任其去查，但绝不能让他们在15之前见到那个孩子。我相信我的隐卫，他们是大梁最锋利的刀，藏匿一个孩子易如反掌。果然，第2日隐卫便传来回报，谢玉衡派去的人在定国寺查了一整天，只查到公主确实认捐了一个孤儿，但那孩子前几日染了风寒，被大儒带去后山别院静养，任何人不得探视，他们无功而返。我松了口气，静待15的到来。15这日，天朗气清，父皇依惯例微服出行，只带了少数几名侍卫。我没有半价，留在宫中陪母后说话，以免引起谢玉衡的怀疑。但我知道定国寺那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坐在母后宫中，手中虽捻着佛珠，心思却早已飞到了千里之外。1个时辰，2个时辰，时间过得前所未有的漫长。终于有宫人匆匆入内，在母后耳边低语了几句。母后看了我一眼，挥手让宫人退下。皇帝回宫了，直接去了御书房，宣了内阁辅臣议事，说是有万分紧急的要务。万分紧急，我的心重重地跳了一下。直到深夜，父皇身边的总管太监才亲自来我宫中传话，说父皇召我过去。我踏入御书房时，里面只有父皇一人，他坐在龙椅上，面沉如水。见我进来，他挥退了所有下人。皇儿，你跟父皇说实话，那个孩子到底是谁？我知道，他看见了。父皇今日在定国寺后山的竹林里看见了正在练字的萧晨，只一眼，父皇便愣在了原地。那张脸，那双眼睛，
简直就像是把我年幼时的模样原封不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世上可以有相似之人，但绝不可能相似到这种地步。更何况萧晨的眉宇间还有一丝属于萧家皇室子孙特有的与生俱来的英气。父皇走上前问了他几句话。当他听到孩子说自己叫阿契，今年10岁，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时，父皇这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帝王握着茶杯的手都控制不住地颤抖了。父皇看着我，眼中是滔天的怒火。父皇召来最信任的密探，下达了一道密令：查10年前为公主接生的那个稳婆，还有传朕旨意，即刻起封锁公主府驸马谢玉衡，无朕旨意不得出府。父皇的雷霆之怒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我跪倒在地，泪水终于决堤。父皇，儿臣有罪，儿臣识人不明，引狼入室，险些断送了我萧家血脉。父皇走下龙椅，将我扶起，虎目含泪：这不是你的错，是朕的错，是朕当年被那贼子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双眼。就在这时，一名影卫如鬼魅般出现在殿中，单膝跪地：启禀陛下殿下，属下在柳如烟被禁的静思院发现了这个，他似乎是想烧掉，但没来得及。影卫呈上一块被火燎过的手帕，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上面是用血写成的几个字，字迹潦草，充满了绝望。虽然残缺不全，但我还是认出了其中最关键的几个字：太疑心，孩子必须动手。动手？他们想做什么？我猛地抬头，与父皇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极致的杀意。谢玉衡，你想动手？我怕你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父皇将那块血手帕狠狠攥在手里，手背上青筋暴起。好一个必须动手！他怒极反笑，看来朕这个女婿是嫌命太长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与谢玉衡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它升级成了对皇权的挑衅，对萧氏江山的觊觎。父皇的密探动作很快，不过2日就传回了消息，当年为我接生的那个稳婆根本不是什么乡野之人，而是京城最有名的接生婆之一。她在为我接生后，全家便意外遭遇大火，无一生还。而她的一个远房侄子，却在不久后进入了谢玉衡曾就读的书院，受一位大儒资助，如今已在朝中任职，官拜7品。那位大儒正是谢玉衡的恩师，线索就这么一环扣一环的连上了。父皇，如今证据虽已确凿，但还缺最关键的一环人证。只要那个稳婆还活着，谢玉衡就无法抵赖。朕明白。父皇的眼神变得深邃。朕已经派人去秘密搜查那位大儒的所有田产庄园，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在父皇全力追查的同时，我也没有闲着。柳如烟已经被我秘密转移，对外只宣称她病故。如今我必须利用府里那个假世子谢承安来给谢玉衡施加更大的压力。自上次被我长乖禁足后，谢承安对我又怕又恨。我吩咐下人每日3餐只给他清粥小菜，笔墨纸砚也只给最劣质的。果然，不过5日，他便受不了了。他开始大哭大闹，砸东西，甚至绝食抗议。谢玉衡被父皇软禁在府里，心急如焚，却见不到我。他只能每日派人来我这里传话，言辞从恳切到哀求，再到隐晦的威胁。我一概不理，直到第7日，下人来报说世子已经1天1夜滴水未进了，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出事。我知道，火候到了。我终于去了谢承安的院子，他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嘴唇干裂，眼睛怨毒地瞪着我。你这个毒妇，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再吃你给的一口饭。不吃。我慢悠悠地从食盒里端出一碗香气四溢的鸡汤。也好，反正你也吃不了几天了。等你那个好姑母柳如烟的头七一过，我就送你下去陪她。你说什么？姑母她怎么了？死了啊！前几日静思院走水，她没能跑出来，烧得面目全非呢。不可能！谢承安疯狂地摇头，他想坐起来，却浑身无力。你骗我！父亲不会有事的，姑母也不会死的。我骗你？你以为你真是公主府的世子吗？你不过是你那下贱的母亲和你那狼子野心的父亲用来窃取我萧家江山的一颗棋子。如今棋子眼看就要废了，你说他们还能留着你吗？他瞪大双眼，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当成了工具，但我不会同情他。他们父子欠我孩儿10年猪狗不如的生活，这笔债必须用血来偿。我将那碗鸡汤放在他床头，喝了它，活下去，活下去，你才能亲眼看着你的好父亲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地狱的。说完，我转身离开，不再看他一眼。刚走出院门，我的心腹侍女便急匆匆地迎上来，脸色煞白。殿下，不好了！她声音发颤。太傅大人在宫门口被刺杀了。我猛地停住脚步，
太傅那是父皇最敬重的老师，也是太子一党的领袖，更是谢玉衡的政敌。谢玉衡被软禁在府，他的人怎么敢在宫门口行凶？除非朝中还有一条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更大的鱼。太傅在宫门前被当街斩杀，父皇雷霆震怒，京城的气氛一日比一日紧张。我知道谢玉衡的网已经开始收紧了，他斩杀太傅是在清除我太子哥哥身边的最后一道屏障，接下来他的目标必然是东宫。我心中焦急，却又感到一种无力。谢玉衡的势力盘根错节，远超我的想象，我必须去见皇兄，提醒他，也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丝慰藉和力量。东宫之内依旧是那股浓得化不开的药味。我的皇兄大梁的太子萧明轩正歪在软榻上，脸色蜡黄，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看到我来，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皇儿，你怎么来了？外面风大。我平退左右，快步走到他面前，压低声音道：皇兄，谢玉衡他……我知道。他打断了我，声音微弱，眼神却异常明亮。他想让我死。我心中一痛，握住他的手。皇兄，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他得逞。他反手拍了拍我的手背，那看似无力的动作却带着一丝沉稳。他抬起眼，目光扫过店内的工人，最终落在我发髻上的一只凤凰衔珠金簪上。这只簪子你还戴着？他轻声说，像是在闲话家常。我一愣，这只金簪是3年前他送我的生辰礼，做工精巧，我一直很喜欢。皇兄送的，我自然珍视。我当时同你说。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极慢。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清泉不饮。凡鸟伪装的再好，终究上不了梧桐枝。可惜你当时只当我在说笑。凤凰非梧桐不栖，凡鸟伪装。我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3年前，我正为了说服父皇给谢玉衡提拔官职而四处奔走。皇兄送我这只簪子时说的这句话，我当时只以为他是劝我不要太过操劳，不要被俗物缠身。原来他早就在提醒我，凡鸟指的就是出身寒门却靠着我平步青云的谢玉衡。我浑身冰凉，如坠冰窟。我这个天下最蠢的傻子，竟然把皇兄的警示当成了耳旁风。他看着我震惊的表情，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和欣慰。他抬起手指向角落里那尊飘着袅袅青烟的香炉，这安神香，谢玉衡送来的，说是能助我安眠。他嘴上说着，手却在宽大的袖袍下飞快地在我手心写下2个字：假的。假的？什么假的？是香是假的，还是病是假的？我猛地抬头，对上他深不见底的眼眸，那眼神里没有半分病弱，只有运筹帷幄的沉静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我瞬间全明白了，我那个看似病弱不堪，连走路都需要人扶的哥哥根本没有病，他一直在装。他早已洞悉了谢玉衡的阴谋，但他知道我这个妹妹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根本听不进劝告，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最危险也最决绝的路，以身入局。他用自己做诱饵，装作中毒日参，让谢玉衡和其背后的人放松警惕，以为东宫已是囊中之物。皇兄，我的声音哽咽，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我为他的处境心痛，更为自己过去10年的愚蠢而悔恨。别哭。他用口型对我说。他缓缓闭上眼，再次咳嗽起来，仿佛刚才的交谈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我立刻会意，擦干眼泪，脸上恢复了长公主的威仪。我走出东宫，心中却已是惊涛骇浪。原来在这场战争里，我从来不是一个人。我的皇兄早已为这萧氏江山布下了一个弥天大局。谢玉衡，你以为你在暗处，却不知你早已成了我皇兄网中的猎物。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合他，将这张网彻底收紧。回到公主府，我立刻召来影卫去查太傅被杀一案，所有线索都指向镇北大将军。我要知道谢玉衡是如何与这位远在北境的将军搭上线的。殿下，此事恐怕不易。镇北大将军手握30万重兵，其势力我们的人怕是难以渗透。我冷笑一声，从暗格中取出一枚虎符，这是父皇当年赐给我的玄虎符，可调动京郊3大营。从今天起，你们不必再束手束脚，本宫要让谢玉衡知道，在这京城到底谁说了算。影卫统领看到虎符，眼中爆发出金光，轰然跪地，属下遵命。就在我准备大展拳脚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从宫中传来，父皇下旨申斥了太子，理由是太子无德，致使肱骨之臣当街被杀，令其在东宫闭门思过，无诏不得出。父皇申斥皇兄，我立刻进宫，想找父皇问个明白。御书房里，父皇正临窗而立，背影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父皇，皇兄他……朕知道。父皇打断了我，他转过身，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朕知道，轩儿是装的，这道旨意是做给外人看的。那条蛇藏得太深，朕
不得不陪他们演这出戏。我心中一松，原来父皇也早已知晓。谢玉衡的背后是林家的余孽，而林家的背后是你的皇祖母当今的太后。这个名字从父皇口中说出，带着千钧之重。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一直以为我的敌人只有谢玉衡，可没想到这张网竟如此巨大，如此盘根错节，连我最亲近的祖母都是披着人皮的恶鬼。那母后她……我想起了母后宫中那熟悉的香气。你母后被太后用毒香控制了。父皇的眼中闪过一丝痛惜。朕这些年一直在暗中为你母后寻求解药，太后势大，朕若轻举妄动，只会打草惊蛇，让你母后陷入险境。我明白了，这些年我的父皇和皇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忍辱负重，与那头盘踞在深宫里的恶鬼周旋，而我却沉浸在虚假的幸福里，一无所知。父皇、皇兄，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等！父皇吐出一个字，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父皇的身翅像一颗石子，在朝堂上激起了千层浪。太子失势，朝中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人开始纷纷向谢玉衡靠拢，他的势力在短短几天内急剧膨胀，而我则按照和皇兄的计划开始下一步动作。我以公主府闹鬼为由，请了数名高僧道士入府做法，将整个公主府搅得鸡犬不宁。谢玉衡被我这番操作弄得莫名其妙，却又不好阻拦。我真正的目的是利用这片混乱，将我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插进府中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谢玉衡的书房和那个孽种谢承安的院子，我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同时，我将柳如烟病故的消息放了出去。谢玉衡得知后，第一次在我面前失了态，他冲进我的寝殿，双眼赤红地质问我柳如烟到底在哪。我只是坐在妆台前，轻描淡写地说：夫君急什么？或许是他命薄吧。你……他气得浑身发抖，却拿我毫无办法。就在我们剑拔弩张之时，一名影卫突然出现在我身后，附耳低语。我听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我站起身，走到谢玉衡面前，替他理了理微乱的衣襟，柔声道：夫君，别生气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恩师那位退隐的宋大儒派人给你送了一份大礼，此刻已经送到你的书房了。谢玉衡脸色一变，顾不上再与我纠缠，立刻转身快步走向书房。我跟在他身后，不紧不慢推开书房的门，只见一个巨大的木箱摆在正中央。谢玉衡挥退下人，迫不及待地上前，亲自撬开了箱子。箱子打开的瞬间，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谢玉衡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箱子里没有他想要的金银财宝，也没有兵器图谱，只有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和一颗被锦盒装着的人头。那个人是谢玉衡派去北境联络镇北大将军的信使，也是镇北大将军最疼爱的小儿子。一张纸条轻飘飘地从人头上滑落，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一行字：犯我国土，虽远必诛。谢玉衡踉跄着后退一步，脸色惨白如纸，他最大的外援被我一刀斩断了。我靠在门框上，欣赏着他失魂落魄的模样，心中畅快无比。夫君，看来你的大礼并不怎么合心意啊。他猛地回头，死死地瞪着我。是你做的？是又如何？我缓缓走进书房，拿起那个装着人头的锦盒，放在他面前。谢玉衡，这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所珍视的一切是如何被我一样一样全部毁掉的。我的话音刚落，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宫中内侍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尖声喊道：殿下，不好了，太后带着小皇孙去了天牢。太后带着谢承安去了天牢。消息传来的瞬间，我与谢玉衡对视一眼，我从他眼底清晰地捕捉到了一丝一闪而逝的狂喜与得意。他以为我没有看见，立刻收敛神色，脸上换上我所熟悉的那种运筹帷幄的温和。明皇，皇祖母带着安儿去了天牢那种地方，必有要事。我们身为晚辈，理应前去侍奉，以免出什么岔子。他主动走在前面，步履间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快。他以为他正走在通往胜利和权力巅峰的路上，而我只是顺从地跟在他身后，将一个担忧祖母和孩儿的妻子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心中却已是冰冷的杀意。谢玉衡，好好享受你这最后一段路吧。天牢门口果然已经被太后的人围得水泄不通，见到我们，立刻有人上前阻拦。这次不等我开口，谢玉衡已经满脸自信地上前一步。瞎了你们的狗眼！本驸马与公主殿下要面见太后，谁敢阻拦，格杀勿论。他此刻意气风发，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座宫城未来的主人。那些禁卫军被他的气势所慑，又看到我跟在后面，不敢再拦，纷纷退到两旁。我们畅通无阻地走进了天牢。天牢深处，太后正端坐在太师椅上，逼迫被铁链锁住的赵将军。赵将军，哀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太后的声音阴冷，
强，或者你全家陪你一起死。赵将军满身是血，却依旧铁骨铮铮。老妖婆，你休想！谢玉衡见状，对着太后恭敬地行了一礼，随即转向赵将军，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阴狠与残忍。赵将军，我只问你一句，你那个在翰林院做编修的儿子，你是不管他的死活了吗？我心头一震，不对，皇兄的情报说赵将军的儿子明明在国子监。谢玉衡因为太过自信，连这么重要的情报都记错了。这是我最好的机会，我猛地上前，一巴掌狠狠地扇在谢玉衡的脸上。谢玉衡，你疯了！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状若癫狂地喊道。你们是要谋反吗？这一巴掌把所有人都打懵了。谢玉衡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不明白为何一向温顺的我竟敢动手。我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转身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来人啊，救驾！驸马和太后要谋反！谢玉衡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眼中迸发出被欺骗的怒火，怒吼一声：抓住他！然而已经晚了。天牢之外突然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甲胄碰撞声和呐喊声，无数火把将整个天牢照得亮如白昼。一身龙袍的父皇手持天子剑，在禁军和玄虎营将士的簇拥下，如天神降临般出现在了天牢门口。他的身边站着身形挺拔、目光锐利的皇兄萧明轩，他哪里还有半分病弱的模样？太后和谢玉衡看到这一幕，如遭雷击，脸色惨白如纸。他们知道，他们掉进了我们早已挖好的陷阱里。父皇的目光冷冷地扫过他们，最终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赞许。皇儿，做得很好。然后他转向面如死灰的太后和谢玉衡，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天子剑。乱臣贼子，一个不留！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整个天牢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皇兄萧明轩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玄虎卫便一拥而上，将太后和谢玉衡以及那些早已吓得瘫软在地的乱党全部制服。父皇当场下令，太后年老昏聩，受奸人蒙蔽，即日起禁足于慈安宫，静心思过，这是皇家最后的体面。而对于谢玉衡，父皇的旨意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罪臣谢氏，剥夺其一切封号官职，囚于公主府中。父皇看着我，皇儿，朕把他交给你，是杀是剐，由你处置。谢玉衡的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要难看。他知道，将他交给我这个被他欺骗了10年、恨他入骨的女人，比任何酷刑都更能摧毁他的尊严。回到公主府，谢玉衡被扔进了后院最偏僻的柴房。我提着一盏灯笼，独自走了进去。萧明皇，你这个毒妇！他像一滩烂泥一样靠在墙角，眼中迸发出怨毒的光。我笑了，蹲下身与他平视。夫君，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我不会让你轻易死去的，我要让你活着，亲眼看着你的同党被一个个揪出，看着你那个孽种被废为庶人，看着我真正的孩儿登上他本该在的位置。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我说完，转身走出柴房，命人落下了沉重的铁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公主府。我拿出从谢玉衡书房搜出的眼线名单，当着全府下人的面，凡是念到名字的，一律拖出去杖毙。1日之间，公主府血流成河。我用最血腥的方式宣告，那个温婉的公主已经死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手握屠刀的复仇者。紧接着，我将谢玉环所有通敌叛国的密信、账本匿名送到了御史台。第2日早朝，御史台的言官们像疯了一样，一口气弹劾了30多名官员，皆证据确凿。一场席卷整个大梁官场的清洗风暴就此拉开序幕。我坐在府中，听着心腹的回报，看着谢玉环的势力被一点点瓦解。这时，心腹侍女递上一封信，是镇国大将军王威府上送来的。信上说，被我送去他府上的柳如烟疯了。柳如烟疯了。这个消息并未在我心中激起太多波澜，它不过是谢玉衡计划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棋盘倾覆，棋子的下场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但我知道，它还有利用的价值。一个疯了的、受尽折磨的柳如烟，远比一个死了的他更能刺激谢玉衡。我提笔回信：好吃好喝的供着，别让他死了。处理完这件事，我便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我的儿子萧晨身上。父皇已经下旨，将萧晨从定国寺接回了宫中，暂时养在我的名下。对外只宣称是我新收的义子。我几乎每天都会进宫看他，我亲自为他挑选老师，从大儒到武学宗师，都是大梁最顶尖的人物。他很聪明，几乎是一点就通。那份与生俱来的属于帝王家的敏锐与格局，是谢承安那个孽种拍马也赶不上的。每当看到他在灯下认真读书的模样，我心中的仇恨便会愈发炽烈。朝堂上的清洗进行得异常顺利，眼看时机成熟，我决定进行下一步计划。我需要一个绝对的、无法辩驳的证据，来将谢玉衡的罪行彻底定死在天下人面前。这个证据就是当年为我接生的那个稳婆。父皇的密探终于在谢玉衡恩师的一处乡下庄园里
找到了那个被囚禁了10年的稳婆。她被发现时，舌头已经被割掉，人也变得疯疯癫癫。我亲自去见了她，将谢承安带到她的面前。当她看到谢承安那张与谢玉衡有7分相似的脸时，她的瞳孔猛地一缩，眼中迸发出滔天的恨意。在我的逼视下，她颤抖着手拿起了毛笔，将10年前那场偷天换日的惊天阴谋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拿到供词，我立刻开始筹备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审判。我以长公主的名义邀请了京中所有4品以上的官员以及皇室宗亲，3日后于公主府参加一场特殊的家宴。就在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时，一个惊天的消息从北境传来，被我斩断一臂的镇北大将军竟然起兵了。他打着清君侧、诛叛贼的旗号，率领30万大军，正以雷霆之势向京城逼近。镇北大将军反了，京城瞬间人心惶惶。父皇紧急召我入宫，朝臣们为主战还是主和吵得不可开交。皇儿，你怎么看？父皇看向我，我上前一步，声音清冷却掷地有声：战！我力排众议，分析了叛军劳师远征、师出无名、不得人心的3大弊端，瞬间让主战派精神大振。父皇龙颜大悦，当即命骠骑大将军李牧为帅，点兵迎敌。我知道外面的战争虽然激烈，但我真正的战场却在公主府。谢玉衡才是这场叛乱的根源。我提着食盒，再次走进了那间阴暗的柴房。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为他倒上一杯酒。镇北大将军为你起兵了。你说等他攻破了城门，是会先杀了我，还是会先救你出去？他眼中闪过一丝快意。萧明华，你的死期到了。是吗？我从袖中拿出稳婆的供词，扔在他面前。我倒觉得你的死期才是真的到了。他看过之后只是冷笑。事到如今，这些还有意义吗？等大军一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说得好。我点了点头，从食盒底层拿出一面小巧的铜镜，镜子里映出的正是披头散发、饱受折磨的他。谢玉环目眦欲裂，他疯了一样扑过来，想要抢夺那面镜子。我一脚将他踹开，笑得残忍。谢玉衡，你现在就像个丧家之犬，但我可以给你2个选择：一，写下你林家所有余孽的名单，以及你们谋逆的全部计划；二，你可以继续嘴硬，那么我会把这个屋子全部装上镜子，每日也不会派人给你收拾公桶。你就看着你自己每天是如何苟延残喘，曾经高高在上的驸马爷，如今是怎样的恶心狼狈，遭人厌弃。终于，他彻底崩溃了，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声音嘶哑地哀求着：我写，我什么都写，求你。拿到名单的第2天，我立刻将其呈送给了父皇和皇兄。一场更大规模的，也更加隐秘的清洗，在整个大梁境内悄无声息地展开了。而我则开始准备我的最后一步。3日后，公主府家宴，我邀请了所有京官宗亲前来见证一场好戏。公主府家宴之日，高朋满座，我身着大梁最华贵的嫡长公主朝服，头戴凤冠，一步步走上早已搭好的高台。我的身后跟着神情惶恐的谢承安和脊背挺得笔直的萧晨。今日请诸位来，是想让大家看一出本宫主演了10年的狸猫换太子的好戏。我的话音刚落，一身囚服的谢玉衡被引卫押了上来，台下瞬间倒吸一口凉气。我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只是让人当众宣读了稳婆的供词。当那份记录了换子内幕的供词被念出来时，整个大厅鸦雀无声，真相已经不言而喻。谢玉衡，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说？他突然放声大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嘶吼道：哇，林清玄，乃前朝丞相林伯文嫡长孙。15年前，你父皇无道，将我林家满门抄斩，此仇不共戴天。我卧薪尝胆，就是为了今日，为了拿回本该属于我林家的一切。他终于撕下了自己最后一张面具。就在众人还沉浸在林家余孽的巨大震惊中时，公主府外突然响起了震天的喊杀声，一名禁卫军将领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上满是鲜血和惊恐。殿下，不好了！金营西大营叛变了，他们已经攻破了玄武门，正朝着皇宫和公主府杀来。谢玉衡看着我震惊的表情，笑得更加得意。萧明华，你没想到吧？镇北大将军不过是我吸引你们注意力的棋子，我真正的杀招就在这京城之内。底下的大臣和宗亲们早已乱作一团，有人惊慌失措，有人面如死灰，更有人已经悄悄地挪动着脚步，似乎在盘算着该如何向这位即将登基的新皇献上自己的忠诚。我看着这幅众生相，心中的最后一丝慌乱反而沉淀了下来。说完了吗？我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你不怕？他被我的反应弄得一愣。我怕什么？我笑了。谢玉衡，你是不是忘了，这里是我的公主府？你以为我请他们来真的是为了审判你吗？不，
我是为了将你们这些藏在暗处的老鼠一网打尽啊！我话音刚落，轻轻地拍了拍手，瞬间，正厅四周的墙壁上、房梁上，所有隐蔽的角落里，同时出现了上百名手持强弓硬弩的黑衣影卫，他们手中的箭矢泛着幽蓝的寒光，早已瞄准了底下每一个心怀不轨的人。那些刚刚还在蠢蠢欲动的大臣，瞬间僵在了原地，冷汗湿透了他们的朝服。你，谢玉衡的脸色终于变了。你以为奸营叛变了？我凑到他的耳边，那不过是我和皇兄将计就计，演给你看的一出好戏罢了。此刻，玄武门外，我皇兄萧明轩早已率领京郊3大营的精锐，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不可能，这不可能！谢玉环喃喃自语，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没什么不可能的。我直起身，怜悯地看着他。谢玉衡，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天下人皆是你的棋子，却不知你自己也早已是我皇兄棋盘上一颗注定要被舍弃的棋子。就在此时，府外的喊杀声渐渐平息了。皇兄萧明轩身着一身银色铠甲，手持长剑，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被五花大绑的金银叛将。皇妹，幸不辱命，叛军主力已尽数歼灭。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台上失魂落魄的谢玉衡，眼神冰冷。逆贼林清玄，你的死期到了。谢玉衡看着我们兄妹，突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好一个萧明轩，好一个萧明皇，林清玄输得不冤。他笑声未落，突然用尽全身力气挣脱束缚，朝着殿柱狠狠地撞了过去。他想自尽，然而一道比他更快的身影闪电般地挡在了他的面前，是我的儿子萧晨。他张开双臂，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拦住了谢玉衡的去路。你想死？萧晨抬起头，用一双与我极为相似却又比我更加冰冷的眼睛看着这个所谓的父亲。没那么容易，你欠我母亲10年的债，欠我10年猪狗不如的生活，这笔账我们得慢慢算。萧晨的话像一把冰锥，刺进了谢玉衡的心里。他看着眼前这个瘦弱却又无比倔强的孩子，看着那双与萧明皇如出一辙的眼睛，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呵呵的声响，最终两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就此落幕，林家余孽被一网打尽，经营叛乱被迅速平定。第2日，父皇下旨将谢玉衡谋逆以及狸猫换太子的真相昭告天下，整个大梁为之震动。百姓们这才知道，他们敬养了10年的贤驸马，竟是包藏祸心的乱臣贼子；他们宠爱了10年的小世子，竟是一个鸠占鹊巢的野种。公主府再次成了全京城瞩目的焦点。我将府中的事务交给了心腹处理，自己则带着萧晨住进了宫里。我需要时间来处理剩下的事情，也需要时间来好好的陪伴我的儿子皇兄萧明轩。因为在此次评判中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天赋，声望达到了顶峰。父皇龙颜大悦，将更多的朝政交到了他的手上，而我则开始清算我的最后一笔账。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了太后。慈安宫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宫门紧闭，侍卫森严，与冷宫无异。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佛堂里捻着佛珠，15年的养尊处优依旧没能掩盖住他眉宇间的狠戾。他看到我没有惊讶，只是淡淡的说：“你来了。”我来了。我走到他面前，皇祖母，你可知罪？罪？他冷笑一声：“成王败寇而已，何罪之有？我只恨当年没有一早杀了你和你那个病秧子哥哥，才养虎为患，有了今日之败。”到了这个时候，他依旧不知悔改。你以为你赢了吗？他放下佛珠，死死地盯着我。萧明皇，我告诉你，林家的血脉是不会断的，只要他活着，他就有翻身的一天。他说的他自然是谢承安。是吗？我笑了。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父皇已经下旨将谢承安，哦不，现在应该叫林安了，将他废为庶人，永世圈禁于皇陵，为我萧家列祖列宗守墓赎罪。你？太后猛地站起来，眼中迸发出怨毒的光。你好狠的心，他还是个孩子。孩子？我的声音陡然转冷。当你们将我的亲生孩扔到乱葬岗自生自灭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想过他也只是个刚出生的孩子？当他流落街头，与野狗抢食，被人肆意欺辱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我的质问让他哑口无言。你放心，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杀你，我会让你活着，让你在这座宫殿里日日夜夜的为你死去的林家祈祷，让你亲眼看着我萧家的江山是如何万代千秋，国祚绵长。”我说完，转身离去，再也没有回头。身后
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和砸东西的巨响。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去见了柳如烟，她被关在镇国大将军府的地牢里。王威是个聪明人，知道柳如烟是我的筹码，自然不敢真的把她怎么样。我见到她时，她正缩在角落里，浑身脏污，眼神呆滞。看到我，她没有任何反应。我将一份东西扔到了她的面前，那是一碗堕胎药，她怀孕了，是谢玉衡的。就在她被囚禁之前，他们曾有过一次苟合。喝了它，我留你一个全尸。她看着那碗黑漆漆的药，空洞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翕动。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懒得与他废话。你只有1刻钟的时间，喝，或者我让人灌你喝。最终，他还是端起了那碗药，一饮而尽。萧明皇，你赢了，可你永远也得不到他的心。他话音未落，口中猛地喷出一口黑血，倒在了地上。我看着他的尸体，心中毫无波澜。谢玉衡的心，对我来说早已不如路边的石子。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他的心，而是他的命。我让人将他的尸体扔去了乱葬岗，那里才是他这种人最终的归宿。接下来该轮到主角登场了。父皇已经下旨，3日后于午门将逆贼林清玄凌迟处死。这3日我没有去见他，我只是让人将柳如烟的死讯送到了他的牢房。3日后，行刑之日。京城万人空巷，百姓们都涌上街头，想要亲眼看看这个欺君罔上、罪大恶极的乱臣贼子是如何伏法的。午门之上早已搭好了高台，我站在离行刑台最近的地方，我的身边是同样一身素衣的皇兄和萧晨。当谢玉衡被押上行刑台时，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咒骂声，烂菜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砸向他，他却仿佛感觉不到，只是抬起头，目光穿过汹涌的人群，死死的落在了我的身上。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恨，有悔，有不甘，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解脱。刽子手走上前，亮出了手中那套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时辰到，行刑。监斩官一声令下，第一刀落了下去。谢玉衡发出一声闷哼，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萧晨的小手却在此时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一片冰凉。我低下头，看到他紧抿着唇，脸色有些发白，但眼神却异常的坚定。母亲，别怕，他轻声说。我心中一暖，反手握紧了他的手。我不是怕，我只是在与我的过去做最后的告别。一刀又一刀，行刑的过程漫长而残忍，我始终没有移开目光。我要将这一幕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最后一刀落下。监斩官高声宣布：逆贼林清玄伏法。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我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一切都结束了。我牵着萧晨的手，转身准备离开这个充满了血腥味的地方。就在此时，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是那个被废为庶人，本该被圈禁在皇陵的林安。他不知是如何跑出来的，小小的身体冲破了侍卫的阻拦，疯了一样扑到我的脚下，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腿。母亲，母亲，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去皇陵，我不想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他哭得撕心裂肺，脸上满是鼻涕和眼泪。我低下头，看着这张我曾疼爱了10年的脸，心中一片冰冷。周围的百姓和官员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们，有同情，有鄙夷，有幸灾乐祸。我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放开！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不，我不放。他哭得更大声了。母亲，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好好读书，好好孝敬你。你别不要我，别把我送到那个冷冰冰的地方去。他依旧叫我母亲，多么讽刺！他的亲生父母，一个被我送进地狱，一个被我逼上绝路，而他，这个他们用来复仇的工具，此刻却抱着我的腿，祈求着我的怜悯。林安，我一字一句地纠正他：我不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叫柳如烟，她已经死了。你的父亲叫林清玄，他刚刚也死了。我的话像一盆冰水，将他从头浇到脚。他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是的，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唯一的母亲。我不是。我再次重复，然后缓缓抬起脚，将他的手一点点地从我的裙摆上踢了下去。这个动作充满了侮辱性。他瘫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般。是啊，他当然不认识。他认识的那个萧明皇，是会因为他摔了一跤而心疼半天，会因为他多吃了块点心而满心欢喜的愚蠢的母亲，而不是眼前这个眼神比寒冰还要冷的大梁嫡长公主。你恨我吗？我蹲下身与他平视，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笑了。你应该恨我，是我亲手毁了你的一切，是我杀了你的父母。你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一辈子都想着如何向我复仇。我凑到他的耳边，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继续说道：可是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会让你活着，但你会活得比死还难受。你会在皇陵那座孤寂的牢笼里，日日夜夜的被今天的景象所折磨。你会永远记得，你的父亲是如何在你面前被千刀万剐。这份仇恨会像毒蛇一样啃噬你的心，却永远没有宣泄的出口。说完，我站起身，不再看他一眼。来人，我对着身后的侍卫下令，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2名侍卫上前，将早已失魂落魄的林安从地上拖了起来。他没有再挣扎，只是用一双空洞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我知道我的话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最恶毒的种子，这颗种子将伴随他一生，让他永世不得安宁。这就是我对他最后的仁慈。处理完林安，我牵着萧晨，在众人的注视下，一步步走下了高台。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却驱不散我心中的寒意。复仇真的结束了吗？不，还没有。我做的第3件事是回到了我的公主府，我将那间关押了谢玉衡1个多月的柴房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烧掉了所有的肮脏和不堪，也烧掉了我那段长达10年的愚蠢的过去。大火熄灭后，我命人在原地种上了一片梅林。我真正的儿子萧晨，他的肩头有一朵梅花胎记。从今往后，每当寒冬来临，这里都将是满园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这是新生，是我，也是他的新生。就在我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将尘埃落定时，一个消失了很久的人却突然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是那个嫁到边疆的前朝太傅的孙女，也是我曾经的情敌赵婉。信上只有一句话，却让我瞬间如坠冰窟。公主，小心皇后。赵婉的信像一把突如其来的尖刀，插进了我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皇后，我的母后，那个在佛堂里燃了10几年毒香，与世无争的女人，她会有什么问题？我立刻想到了那日在东宫，皇兄暗示我的一切，香是假的，病是假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疯狂滋生。如果母后根本没有中毒呢？如果她与世无争的样子也是装出来的呢？我立刻进宫，将我的猜测告诉了皇兄。他听完我的话，脸上并没有太多惊讶，只是叹了口气。皇妹，你终于看出来了。原来皇兄早已察觉，在他病重期间，母后非但没有悲伤，反而以祈福为由，将大批心腹安插进东宫，名为照顾，实为监视。那他到底图什么？我无法理解。或许他要的不是一个受制于父皇的太子，而是一个完全由他掌控的傀儡皇帝。皇兄的声音冰冷刺骨。我明白了，这场战争父皇已经不适合再插手了，接下来的路只能由我们兄妹自己走。将计就计。皇兄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他想把手伸进朝堂，我们就让他伸，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让他在最得意、最放松警惕的时候露出他所有的底牌。接下来的1个月，朝堂之上风云变幻，紧接着一批又一批打着皇后母家旗号的官员被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母后的势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朝堂上扩张着，她开始频繁地召见大臣，商议政事，甚至有时候连父皇的旨意他都敢阳奉阴违。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大梁朝真正的无冕之王，而我和皇兄则退居幕后，冷眼旁观。我们将所有的权力都让了出去，每日只是读书下棋，不问政事，像2个被架空了的失忆皇子和公主。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斗倒了谢玉衡和太后，却最终败给了自己的生命。就连父皇也多次召见我们，言语中充满了失望和担忧。我们只是低头不语。终于在母后的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他露出了最后的獠牙。这日，他以太子病弱，不堪重任，公主德行有亏，不宜参政为由，联合了他安插在朝中的所有党羽，上了一道联名奏折。奏折的内容石破天惊，他要求父皇废除皇兄的太子之位，改历年仅10岁的萧晨为新太子，并由他以皇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垂帘听政这4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大梁朝堂最后的伪装。父皇接到奏折，当场气得吐血，一病不起。整个皇宫瞬间被母后的心腹所控制。他以皇帝病重为由，软禁了父皇，独掌了朝政大权。他得意洋洋地将我和皇兄召到了他的寝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端坐凤椅之上，脸上满是傲慢。你们2个主动上书，退出朝堂，我可以保你们一生富贵无忧。我立刻惊慌地表示，母后，我们听您的，我们什么都听您的，求您别伤害父主，别伤害我们。我的软弱让母后非常满意。我和皇兄失魂落魄地走出母后寝宫，一回东宫，皇兄便从暗格里拿出了一枚刻着猛虎图腾的兵符。皇妹，这是父皇的玄虎符，可以调动驻扎在京郊，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神机营。我明白了，父皇的病也是假的，他以身为饵，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将母后这条最毒的蛇彻底引出洞。3日后是新君的登基大典。皇兄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他想让陈儿登基，我们就让他如愿以偿。那一天也是他防备最森严，同时也是最空虚的一天。我们就要在那一天给他送上一份他永世难忘的贺礼。3日后，太和殿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母后身着只有皇帝才能穿的明黄色朝服，牵着同样一身龙袍，却面无表情的萧晨一步步走向那至高无上的龙椅。他站在龙椅前，俯瞰着底下跪拜的文武百官，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志得意满的笑容。他举起手，正要宣布新帝登基。就在此时，太和殿的殿门轰然关闭，大殿四周所有的门窗之后都出现了无数手持火铳的神机营士兵，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殿内所有皇后党的大臣。母后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我和皇兄并肩走了出来，我们的身后跟着身披铠甲、手持天子剑的我的父皇萧衍、萧明轩。母后看着我们，眼中迸发出不敢置信的惊恐和怨毒。你们竟敢？我们为何不敢？父皇一步步走上高台，朕的江山岂容你这毒妇觊觎？母后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败了，她突然一把抓过身旁的萧晨，从发髻上把下一只尖锐的金簪抵在了萧晨的脖子上。都别过来，你们再过来，我就杀了他。就在此时，一直面无表情的萧晨突然动了，他以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符的速度，反手扭住母后的手腕，一记肘击狠狠撞在她的腹部。母后惨叫一声，狼狈地摔倒在地。萧晨捡起金簪，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想用我来要挟我母亲和皇祖父，你也配？母后看着他，眼中终于流露出真正的恐惧。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他猛地喷出一口黑血，竟是诡异的黑紫色。他看着我们，癫狂地大笑起来。萧衍，你以为你赢了吗？没用的，太晚了，我们都得死。他话音未落，整个人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母后死了，死于一种名为同心蛊的奇毒。她临死前恶毒的诅咒很快就得到了应验。太医们战战兢兢地回报，父皇作为与母后最亲近的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与之对应的熊蛊。母后的死启动了熊蛊，父皇的生命也开始进入倒计时。太医们束手无策，整个太医院都跪在地上，无人敢言。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之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赵娃。他既然能送信提醒我小心皇后，必然知道些什么内情。我立刻派影卫以最快的速度将他请回了京城。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慰问，更是他祖父赵太傅留下的一份绝笔信和一叠厚厚的手札。手札上详细记载了同心蛊的来历。原来当年赵太傅早已察觉到皇后与南疆巫蛊部落的联系，并一直在暗中调查。更重要的是，赵太傅查到那位炼制蛊毒的方式未防不测，曾炼制过唯一一枚解药，藏于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手札的最后是一幅残缺的地图和一句谜语：丹炉之下，方见生机。这句谜语瞬间点醒了我，我立刻带着皇兄根据地图的指引，找到了皇宫深处一座被尘封了15年的炼丹房。这里正是当年林家倒台后那位方士被赐死前最后待过的地方。丹房内落满了灰尘，我和皇兄在正中央那尊巨大的丹炉下找到了一个活动的底座。打开底座，一个玄铁盒子静静地躺在里面，盒子里是一枚色泽温润、散发着异香的药丸。父皇的蛊毒解了。当父皇再次满面红光地出现在早朝之上时，所有大臣都沸腾了，山呼万岁的声音响彻整个太和殿。大梁的江山在经历了这场惊天动地的风波后彻底稳固。我向父皇和皇兄递交了辞呈，我辞去了护国长公主的监国之权。父皇没有挽留，只是看着我，眼中充满了慈爱与理解。皇儿，这些年辛苦你了。我回到了我的公主府，那片我亲手种下的梅林已经含苞待放。我不再过问朝政，每日只是读书、作画、弹琴、养花。我的儿子萧晨，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跑出宫来我这里。他说皇宫太冷清，不如公主府的梅花好看。我知道他是怕我孤单，这个外表冷漠，内心却无比柔软的孩子，是我此生最大的慰藉。时光荏苒，又是3年过去，大梁国泰民安，四海升平。这日是除夕，宫中大宴，我坐在父皇的身边，看着底下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我的儿子萧晨已长成一个翩翩少年，眉宇间有了未来帝王的沉稳与威仪。他走到我的身边，为我斟满了一杯酒。母亲，他看着我，眼中是如星辰般璀璨的光。新年安康。我笑着端起酒杯，与他轻轻一碰。尘儿亦然。我饮下杯中的美酒，看向窗外，夜空中绚烂的烟火一朵接着一朵竞相绽放，将整个京城照得亮如白昼。那段充满了鲜血、背叛和仇恨的过去，已经随着那些人的死亡彻底被埋葬。而我，萧明皇，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这盛世，这江山，这万家灯火，都将由我和我的孩儿共同守护。